接下来我们所要探讨的单元是如何谈性说爱。大纲包含了了解性健康的定义，以及以性健康的概念收集了解产妇的性健康状况，能够去理解夫妻共同对于性问题的感受与想法，能够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服务对象性的议题。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性健康，它的定义是什么。从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到的，包括说要以尊重的态度来面对性行为及性关系，而且了解我们可以拥有愉快而且安全的性经验的机会，不会受到任何的阻力，因为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性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应该被保护而且被尊重的。1995年国际青少年的性健康的组织有提到，性健康主要包括了5个特质。第一个，能够发展及维持跟别人是有意义的关系。第二个，是对于自己的身体会很欣赏，而且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变化。尊敬而且适当的态度跟两性的互动。再来是要能够用一致的态度表达个人对于情感、爱情跟亲密感的关系的一些想法。到最后要达到性的健康，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必须要整合心、生理、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灵魂等各部分，才算是性健康。所以我们临床的护理人员、护产人员必须要协助产后的妈妈跟她的伴侣在性生活上面做适当的调节，以及了解可能的问题跟挑战。当然最基本，我们的护产人员必须了解性的问题就像其他的生理问题是一样的重要，一样的被重视。所以我们在了解的历程中必须要采取的是自然的、正常的、健康的态度，不要扭扭捏捏觉得不好意思。从上述的性健康的定义来说，我们护产人员应该要了解性是对人来说是基本需要的满足，是非常重要的。这边再一次的强调，我们护产人员必须要秉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开放的心胸，去探讨我们服务对象在性方面的问题，这样子才有办法根据我们的了解，提供个别性的照护以及正确资讯的提供。希望今天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护产人员在临床工作上的一些协助，对于性更开放，抱着更乐观、更具体的态度，才有办法真正的协助到我们的服务对象。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产后的谈爱说性。今天还是很高兴邀请到我们一对新手的爸爸妈妈，跟我们来分享他们有关于产后性生活方面的一些经验。首先欢迎我们的新手妈妈小燕。老师好。你好。新手爸爸玉展。老师好。你好。就产后的一个经验来说哈，因为你们也是第一胎嘛哈，那产后你们是大概多久恢复第一次的性生活？产后大概2个多月到3个月。OK。对。那再回想一下第一次的经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蛮痛的，因为我是全亲喂嘛，所以会比较干一点。对。哦，干一点。对。会有点痛。对。其他好像还好，因为我没有伤口，所以其实还好。还好哈。对。第一次的经验这样子，产后第一次的经验这样听起来是不舒服的。对。OK。那除了会有感觉到不舒服、疼痛之外，你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譬如说，会不会担心些什么事情？就是担心先生舒不舒服啊。对。其他我觉得还好。OK。对。我们想听一下我们的新手爸爸玉展，您在产后性生活方面，你的感觉、想法是什么？第一次，我们先讲第一次。第一次哦，就是感觉有点草草了事，草草了事，因为他不舒服嘛，就变成说我也不喜欢强硬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啊，就是草草了事就 OK， 所以感觉也没有很舒服，对 ，OK， 那之后因为太太不舒服嘛，好，那你有没有想办法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解决这个现象，他说他会痛不舒服嘛，
就只能慢慢来啊。哦，慢慢来。对啊，动作慢一点。动作慢一点啊，问他，他自己会说痛啊，我也不用问他，他说会痛我就哦。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那个啦辅助工具，就是润滑液嘛。对，因为我们既然没办法自己制造，那就是透过润滑液来就是改善。对 ，OK， 那您觉得有差异吗？有差，因为就比较不会那么干啊。对，就不会有摩擦感，对，会比较舒服。那您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你是全母乳哺喂嘛，哈，是，那可能体内荷尔蒙的作用，性荷尔蒙会分泌比较少一些 ，OK， 所以你就用了润滑液来减缓这样子的不舒服，是 ，OK。那我们倒是想要问一下爸爸，你觉得如果用了润滑液的话，你太太的感觉会不会好一点？会啊，会。因为他是跟我说，喂母奶的妈妈，她下面都会比较干涩。对啊，那如果你有辅助的东西的话，当然我也会比较舒服，那他也一定也会比较舒服。OK， 所以润滑液是一个处理的方法。对 ，OK。那在性生活的次数，生完孩子跟之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落差蛮大的？就是全亲喂的妈妈。因为我碰到蛮多，就是都说会性欲下降。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是我自己，就是是因为很累什么的，但是其实好像真的会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我变成好像完全不想要，对，但是先生会想要，但是我心里想，可是我身体不想，对，就很矛盾。对，但是它就是荷尔蒙的关系，对，但多少会影响到先生的心情。OK， 其实我也蛮困扰的。那我们来听听看先生的心情是怎样。你想要，可是太太好像不太想要，很失落啊。对啊，就变成说，你就只能自己找时间自己 DIY。OK， 对。OK， 就是还有别的处理的方法啊？你用的是这种方法嘛？对。好，那小燕，你刚刚有提到你会拒绝，因为你不想要。那你直接跟他讲，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拒绝过蛮多次的，他后来有点反感，就是他可能会摸我说，有表达想要的感觉，但是我可能还在喂奶，就是他会来碰我，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我就推他，然后他就会转身，那我就知道他生气了。但有几次都是这样，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这问题也蛮严重的，因为男生会有这样的反应，代表他已经非常不爽。对，所以我就开始重视这件事情，我就上网查资料说，到底为什么我都没有 feel 了，然后就是有查到说，亲喂妈妈在性荷尔蒙这方面会比较下降。对，那我也有问我其他亲喂的妈妈朋友们，他们也都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但其实因为好像很少人谈论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如果没有沟通的话，会因为这件事情吵架，或者是说也许他就这样子飘走了之类的。对，其实我会蛮担心的，所以我会用很多方法，告诉他说，其实我不是不想要，是我身体不想要。对，就是希望他能体谅我这样子。对。那玉仔，你听了小燕这样子跟你说明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表面当然说体谅，但是内心还是会不爽。那怎么办？因为我就觉得男生算是比较直觉性的动物。OK。有这方面的需求嘛？对啊，性方面的需求。对啊，就不像女生，就是可能还可以忍受，或者是这样。OK， 对啊，那也要忍，要不然怎么办？那我也不想要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去争执嘛，因为争执，你说真的吵了，那你还能做吗？也做不下去，因为你整个脾气都差了。OK， 对啊，所以说你就只能叹口气，就算了，睡觉。可是我听到了，小燕的想法是，她也会担心不断的拒绝你，会不会造成一些反作用嘛？她所谓的会不会向外发展啊？对，也会有那种不安全的感觉。对 ，OK， 很不安。那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后来就是有好好的躺下来讨论这件事情。对，那就是沟通嘛，达成协议，可能我尽量增加我自己要去想要的那个动力。那可能再来就是帮他嘛，对，就是至少是由我去帮他，就是他会比较开心一点。对，就是我们有沟通到达成共识，这样子就有比较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听你们两个这样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性本来就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啊。那你们夫妻愿意静下来，互相的沟通，
又会找一些资源来了解，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进而去做一些协商。那你们刚刚提到了，你们会用沟通的方法，还有 DIY 的方法，都是很不错的方法。那所以在情感的交流方面，当然不一定是直接的进入，是对，还可以用说好听的话，然后抚摸亲吻等等的方式，也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对，这个我想对夫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在产后这方面很需要的，很需要的。那也很高兴你们愿意到这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在性的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在产后性生活这方面，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一定要好好坐下来沟通，因为你不说，对方永远不知道。对，这是我觉得最重要。因为既然都同床了嘛，那就好好说，对，不要自己抱有疑问，然后又在那边想东想西。对，就是说出来就好了。OK， 对，谢谢您的分享哈。那玉展呢，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comment 可以给我们的新手爸爸们、男人们？我觉得男生反正就是也是真的要体谅啦，就是说，因为产后你的修复，或者是真的有在亲喂的妈妈，因为他也都有给我看一些医学的报道，说会降低的性需求嘛。那你就只能一直告诉自己说，就是能体谅的时候就尽量去体谅。的确哈，那今天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新手夫妻新手的爸爸妈妈在产后的时候，在性方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你们也提出了你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十分感谢。性问题可能是产妇会提出的问题，护产人员要能协助产妇与伴侣调试性生活的需要与挑战，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性议题。至于产后何时可以恢复性行为，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般是以产妇产后恢复状况而定。当产妇伤口没有不舒服也愿意时，就是合宜的时机。有时伴侣会感到困惑，为何我的配偶都很累，都没有兴趣？那是因为产后哺乳需要泌乳激素的分泌，因此女性激素与黄体素分泌会减少，造成性欲下降。加上伤口不舒服，又忙着照顾小孩，没有足够的休息，或是担心再怀孕，甚至产后忧虑等，都会加重性欲的降低。此时伴侣就要体贴配偶的状况。为了增加配偶的舒适与性欲，护产人员可以建议伴侣主动承担家事与照顾婴儿，性生活时增加前戏与使用润滑剂，用亲吻拥抱取代实质的进入身体，以自慰方式解决。总而言之，配偶间要愿意分享自己的感觉与想法，双向沟通十分重要性。